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竹慧。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，当你感到难过、焦虑或者迷茫的时候，身边的人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是别想太多？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？还是那句听起来充满正能量的，要保持积极心态？在这个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，正能量似乎已经成了唯一正确的标准。我们被教导要时刻保持微笑，只展示美好的一面，而抱怨、沮丧则被视为一种软弱。举个常见的例子，当一个人非常难过时，总会有人劝他说：开心点吧，这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的是。或者当你感到精疲力尽时，却强迫自己去想，不能难过，必须坚强，必须积极。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出于好意，但实际上它会让人们觉得难过是错误的，甚至会因为自己产生了负面情绪而感到羞耻。那么，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乐观，真的健康吗？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心理学概念：有毒的积极性。所谓有毒的积极性，是指一种对他人的或自己的负面情绪进行过度的无效的概括，甚至是否定和压抑。它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快乐。但我的观点很明确，虚假的乐观比真实的痛苦更具破坏力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，为什么强迫自己快乐往往会适得其反。适得其反意思是结果与愿望相反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，叫做白熊实验。如果你被要求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，千万不要去想白熊，结果会怎样？恰恰相反，那只白熊会不断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讽刺性反弹效应。情绪也是如此。当你告诉自己，我不应该难过，我要快乐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向大脑发送一个信号，我的真实感受是错误的。这种自我否定不仅不能消除负面情绪，反而会引起更深层的羞耻感和焦虑。研究表明，长期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体内的压力激素，如皮质醇水平升高。表面上你在强颜欢笑，意思是心里不痛快，脸上勉强装出笑容，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。这种甚至不允许自己哭泣的积极，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机制，它剥夺了我们处理真实问题的能力。其次，有毒的积极性是人际关系中的隐形杀手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刚刚失业或者失去了一位亲人，你向朋友倾诉痛苦，对方却回答：哎呀，往好处想，至少你现在自由了。那一刻，你会有被安慰的感觉吗？不，你会感到被冒犯，甚至感到孤独。这种回应方式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情感无效化。说话者试图用廉价的鼓励来快速结束沉重的话题，因为他们无法承接对方的痛苦。真正的共情不是要把对方从黑暗中硬拉出来，而是愿意陪对方在黑暗里坐一会儿。有毒的积极性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，它让表达脆弱变得不安全，让真实的情感交流变得不可能。如果你只能接受我快乐的一面，而不能接纳我崩溃的一面，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浅层。再者，我们要为所谓的负面情绪证明。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拥有的每一种情绪都有其独特的生存价值，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。恐惧让我们远离危险，愤怒帮助我们维护边界，
悲伤则是一种信号，提醒我们需要时间去疗愈，去反思失去了什么。喜怒哀乐是人类完整的情感体验。如果我们切断了悲伤的能力，我们也就同时麻痹了感受快乐的能力。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鲜活的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微笑的机器人。接受负面情绪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沉溺其中，而是要承认它的存在，理解它背后的需求，然后疏导它。这才是真正的情绪承受。所谓的有毒正能量，就像是用一张创可贴去掩盖深可见骨的伤口，它只能起到遮掩的作用，却无法带来真正的治愈。然而，拒绝有毒正能量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纵容自己的颓废，或是将抱怨视作一种习惯。若是一味地让自己深陷于负面情绪的泥潭之中，我们终将耗尽重新站立的力量。真正的良药在于平衡，请允许自己示弱，允许泪水冲刷悲伤，但请务必为这份脆弱设定一个期限。难过够了，便擦干眼泪；抱怨完了，便寻找出路。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光芒万丈，但也别让乌云永远遮蔽了你的整片蓝天。真正的积极，并非时刻保持快乐，而是在陷入低谷时，依然不曾抛弃自己。因为一种可持续的积极心态，往往始于对真实自我的接纳。你无需时刻坚强，只要别在原地停留太久。每天努力一点点，哪怕微不足道，也是在向着前方迈进。允许自己感到疲惫，因为只有在休憩之后，我们才积蓄足够的动力继续前行。哪怕今天过得不尽如人意，也没关系，只要明天醒来，你依然选择不放弃。那么，如果不追求有毒的积极性，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呢？我想引入一个更高级的概念，叫做悲剧乐观主义。这个概念由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提出，它指的是，即使在痛苦、罪恶和死亡的悲剧三重奏中，依然能找到生命的意义。这与有毒的积极性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有毒的积极性说，不要看那些痛苦，只看美好。而悲剧乐观主义说，我看见了痛苦，我承认痛苦，但我依然选择在废墟中重建生活。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真实的力量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感觉很糟糕，请允许自己感觉糟糕。你不需要每一天都充满正能量，你不需要时刻都表现得很完美。你的焦虑、你的脆弱、你的眼泪，和你笑容一样，都是你生命中珍贵的一部分。允许自己不快乐，才是最高级的自律。愿你能拥抱自己所有的情绪，愿你活得真实而自由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竹慧。在纷繁的生活中，愿大家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。我们下期再见。